好，接下來我們要關心以色列現在不甩川普共和黨的選情同樣是告急。現在面臨到的問題就是包括了美國的盟友都失控了，而且川普內部面臨的是民調崩盤，他這個時候急換他的親信掌握司法部是為了自保嗎？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川普現在面對的危機不只是民調問題，可以說呢，從外交上到內政，他一路都已經面臨了各種壓力，甚至現在更是燒到了司法體系的權力危機。川普上任以來，我們知道他有2大張王牌，第一張王牌就是說我要讓美國變得更安全，第二張王牌他就是說要讓美國重新富起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看到安全沒有穩住，經濟也沒有起飛，最重要的是盟友已經開始不聽話了。盟友是誰呢？也就是以色列了。我們要來看到以色列現在怎麼說呢？川普說他想要喊剎車，喊這個中東的時候，他想要停止這一場戰爭，但是呢，以色列現在呢，他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說，川普說希望解除這個哈馬斯的武裝把它包裝成終於可以結束加薩戰爭了，這樣的也代表說他掌握了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主導了在中東的這個戰事，並且美方也提出了對以色列提出了15點的方案，要求說呢，哈馬斯繳械來換取以色列的分段式的撤軍。沒有想到這個提議才剛出來，我們看到以色列是立刻否決了川普的提議，他說呢，哈馬斯必須要先交出安全部的武器，摧毀地下隧道之後，他們才願意考慮撤軍。而且以色列方面還說，如果說這場中東戰事美國沒有辦法打下去的話，以色列願意單獨攻擊伊朗，甚至提出了這樣的選項。楊老師怎麼看？川普現在在外交上徹底失敗的意思嗎？其實一直以來，美國東岸的政治人物受到以色列還有猶太遊說集團以及這些金主的影響非常深刻。尤其加上在共和黨裡面比較接近福音派的這些，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相關的學者以及就是這些說客其實在以色列的這個問題上是非常堅定的，支持以色列有錢有權，然後呢是類似相同理念。可是這樣子的關係在這次伊朗戰爭受到了最大的挑戰，而且可能会改變，也就是因為川普相信內塔尼亞胡說的，開始在2月28號對伊朗進行了斬首，然後全面的轟炸。其實從2月28號到4月7號，以色列也是參與轟炸的，以色列也轟炸超過1萬個以上伊朗的這些設施標的，包含軍事甚至民間的。因此，在7月7號之後，雖然是美國單方的行動，但是呢，那個時候川普就已經了解他上當了。他這個沒有聽他的將軍的話。其實1979年以後到現在為止，整個伊朗就是美國認為最大的中東挑戰者。但是為什麼以前都沒有打？不能打，而且打不贏。他所有的國家都打遍了這附近，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包含加薩，他是支持以色列去打。那其他國家美國都有駐軍呢，除了巴基斯坦之外，為什麼在過程當中不敢去打伊朗？因為伊朗它有高原堡壘的地理優勢，它有在就是荷爾木茲海峽這種地圖上臨界的地理優勢，所以他現在真的打下去了，他發覺上當了。上當了之後呢，他開始就對以色列、對內塔尼亞胡這個開始沒有耐心，不信任。但現在開始他要解決加沙問題的時候呢，提出了一個分階段讓哈馬斯可以去就是裁軍撤銷他的軍備的這個做法，內塔尼亞胡完全不接受。他發現到，這個是不是他10月3號吧，以色列進行選舉的最後一個，他可以救他的一個浮木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會去跟美國產生不同的意見，甚至去爭議。那可是他會不會去再打伊朗呢？因為顯然美國已經不願意打。你看這2天《紐約時報》就說了，美國的庫存的彈藥如果再繼續用的話，就不會在全球對中國跟俄羅斯產生足夠的威懾力。這根本其實在找借口。也就是說，我不願意在伊朗了。至於威懾力與否，那根本不重要。所以現在美國不會再去打伊朗，要怎麼樣下車，要怎麼樣找出這個退出的機制。可是這個時候，以色列會不會去打伊朗？第一個，以色列如果打伊朗，美國絕對不會去
跟着後面一起打。第二個，伊朗回擊打以色列的時候啊，美國也不夠足夠的這些飛彈防禦去幫助以色列。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內塔尼亞胡不敢單獨的去打以色列。簡單的說，也就是飛彈防禦不足了。那伊朗現在可能很顯然的是，就等着你來打，等着你來打的時候，他就還擊你，整個可以削弱以色列的這些防禦，那甚至呢會造成內塔尼亞胡很快的下台。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內塔尼亞胡現在所表現出來是，還是希望抓到最後這一根浮木哈，也就在加沙問題上要完成他的政績，然後希望因此能夠去對這個選舉產生一些思維的影響。好，這個是我們看到現在美國跟以色列之間的問題。那川普對外是無法掌握住這個以色列的問題。那另外一方面，在對內我們要來看到他內部的一個最新支持度了。好，川普的支持度現在來到了新低35%，而且呢，民主黨在很多的領域上面是贏共和黨的，包括了經濟的治理、國會選舉支持度等等，都是贏共和黨的。甚至是川普引以為傲的國家安全跟經濟表現同時失守。我們先來看國家安全，美伊戰爭到現在有1/3的民眾是表達對川普的支持的，多數人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川普要打這一場戰。那麼經濟表現，70%的民眾認為經濟狀況不佳，而且民主黨已經將58個共和黨選區列為接下來他們要進攻的目標，其中12個原本都是穩定支持川普的選區的。接下來最擔心的事情就是11月份了，共和党如果在11月的期中選舉失去了眾院的話，那麼民主黨主導就可能持續的調查川普相關他的企業啊、家族利益跟金主等等，這恐怕是川普現在最擔心的事情，會不會提前跛腳？那奕修又怎麼看？對，這個事情其實非常非常嚴重啊，因為川普的這個最強的牌，你如果說啊，民主黨跟共和黨差別在哪裡？美國人有一個既定印象就是共和黨比較會搞經濟，民主黨呢，他比較會搞這個社會的公平啊，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從傳統分類來說，雖然美國的政黨都非常的右啊，是對比於這個，對，不管是中國大陸或者是歐洲來說，都非常的右啊，甚至對比台灣的政党哈，因為在美國人裡面，他就不會出現像是我們這種健保類似的形式，對，但是呢，這個美國的一個特質就是，共和黨是非常重視小政府、自由貿易，然後呢，大家可以有這個美國夢，而這個美國夢是靠你只要敢拼敢搶，你只要勤勞、認真勞動，那你就有機會成功，這是共和黨給的夢嘛。所以共和黨這個優勢是長期以來的經濟牌的優勢，結果呢，10年以來首次，竟然共和黨把經濟牌給丟了。這個根據路透社跟這個易索普第一季所做的民調啊，總結來看，10年來首次，民主黨以37%贏過共和黨36%的經濟牌。那如果在經濟議題方面的你都輸的話，那你還有什麼可以輸呢 ？Yeah, you are nothing can lose。但是問題是你輸光了，you lose everything。然後呢，更慘的是68%的選民認為川普啊沒有放他的專注度在家庭經濟上，因為燃油價格瘋狂暴漲，而且這也要專注在一個點：美國人是世界上最消耗燃油的國家，他的國民因為第一個美國國土非常的大，第二個美國國土分裂很稀疏，所以他們很常住在一些小鎮上，他得開車開個20-30公里，就只是去這個沃爾瑪或者是這個鎮上的，甚至都不到沃爾瑪，就是鎮上的一個雜貨店grocery store 這種的就去買東西，然後他們很喜歡開皮卡，為什麼？因為皮卡一載1個禮拜，回家呢，他們家的冰箱不是冰箱，他們是有大冰箱、大冰庫，還有冰窖這樣的排列組合，然後車庫裡面可能還放着這種可以冰東西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設備，來儲存他們的家用物資。但是你現在把那個燃油調那麼高，他們每天都要開車的，他們每天都要消耗燃油，還有他們很愛搭飛機，他們高鐵也不發達嘛。所以這些東西都直接掛鈎到他們的日常出行的裡面，這也是這一次啊，這個川普非常痛苦的地方啊。那所以呢，你剛才問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民主黨如果回到眾議院，那怎麼辦呢？我認為川普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只要期中選舉一過，這個川普成為跛腳總統的機會，不是說沒有，而是根本就是。好，所以川普現在的這個危機是巨大的，而且呢，這個可能還關乎一個事情，就是中美關係會不會因為他跛腳又有所改變？這一點呢也是讓大家所這個關注的。不過在此之前，到11月選舉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中美關係大概會是近年來最好的時候。然後呢，美國人大概會是近年來最痛苦的時候，因為川普不可能立即改善美國人的經濟。那美國人的這個貧富落差會更加的拉大。那所以短期之內呢，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好。所以我們也看很快哦，11月就即將到來了。如果說真的到時候民主黨拿下眾院的話，也是川普的噩夢，可能會提前跛腳。那現在呢，他是不是已經預想到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所以要來干預司法體系呢？因為我們要看到的是最新的一個消息，他把自己的前私人律師送進了司法部。這位是誰呢？他叫做陶德·布蘭奇。最新消息以50對49票驚險通過參議院的表決，正式的出任了司法部長。在這個投票的期間，有一件事情很弔詭，就是2位共和黨議員跑票，表達了对川普的不信任嗎？怕是說，如果到時候民主黨掌握了眾議院，下一步就可能針對川普他的個人的私事做調查。那是不是川普現在送了自己的律師進去，有包庇的嫌疑呢？艦長怎麼看？可能不只是包庇，還可以先看到底司法部上面有多少的證據啊？那我們現在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是哈伯斯坦案啊，那但是真正會影響川普以及他家族的未必是這個案子，而是這個從川普總統上任以來所存在的許許多多被大家懷疑的內線交易案。那這個內線交易案怎麼解釋呢？其實我們來看呢，最近的一個，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3月9號的時候，那個川普總統在接受這個CBS 訪問之後，那其實我們就看到了那個原油下跌，然後那個大家都通通的開始買進這個便宜的那個原油，但是呢，大家可以發現嗎？在早早的这个6點29分，也就是在川普接受到訪問之前，你就看到了有人已經先布了空單。